大家好，我是魔法创作室，欢迎大家收看我的视频。家里面的这种废旧钥匙，或者是坏了的钥匙，千万不要随意丢弃，它们在生活中有许多神奇的用途，不仅实用，还能节省开支，年末能省下一笔不小的费用。相信许多家庭都有各种各样的废旧钥匙，每当我们换锁或者购买新柜子时，往往会留下几把旧钥匙。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把它们扔进垃圾桶。其实你不知道的是，这些废旧钥匙在生活中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用处。它们不仅能帮你解决一些大烦恼，还非常实用，能够为你节省开支。接下来，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废旧钥匙的神奇用途吧。第一个神奇用处，拆纸箱等。收到快递后，很多人会选择先拆包裹，再把物品拿上楼，这样可以避免家里堆积大量垃圾，减少下楼扔垃圾的麻烦。然而有时身边没有刀具，而一些包裹又缠绕着多圈透明胶带，此时如果直接用手指去戳，不仅难以打开包裹，还可能伤到指甲。此时如果身边有一把废旧的钥匙，那就能派上用场了。我们可以观察到，钥匙的一边是圆滑的，另一边则是锯齿状的，用它来拆快递盒子，比用小刀还要方便。只需要用钥匙轻轻地划一下，就能够轻松地打开包裹，既快捷又省事。特别是在家里，更建议大家使用钥匙拆封。相比小刀，如果不小心忘记收好，小刀可能会对家里的孩子造成危险。因此我们可以用钥匙代替刀具，甚至在面对胶带时也能发挥它的作用。第二个神奇用处，像这种带拉链的衣服，家家户户都有几件拉链的物品，无论是成人还是儿童，男女老少的都会有这种的拉锁。相比纽扣，拉链在使用上方便得多，且密封性更强。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们常常会发现拉链的拉头容易断裂，一旦拉头断掉，拉链便无法正常使用，给我们带来不便。许多人在遇到这种情况时，通常会选择去裁缝店更换整条拉链，或者是一个拉锁。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，我们常常需要快速解决问题，比如把拉链拉上去。这时可以尝试以下方法。首先找出家中废旧的钥匙扣，将钥匙圈穿入拉链的拉锁部分，这样钥匙圈就能充当临时的拉链头。通过这个方法，我们可以轻松地拉上拉链。这种使用钥匙圈的方式不仅快速有效，而且体验也非常不错。在拉动拉链时，感觉丝滑流畅，使用起来并不逊色于原装的拉链头。第三个神奇用处，冰箱门缝隙里面的污垢，如果直接用手擦拭，往往很难清理干净，而缝隙当中又特别的狭窄，用手掰开看看，确实很难处理。我们可以用一条毛巾包裹一把废旧钥匙，像这样操作，然后再来用毛巾这样来清理，效果会非常不错，而且里面的灰尘可以清理得干干净净。如果缝隙里还有油脂，可以适量加入一些清洁剂，看一看效果是不是非常的好呢？衣箱门缝隙也清理干净了。如果你家的冰箱门这种缝隙里脏了，不容易清洁，那就赶紧试试这个方法吧。第四个神奇用处，充当书签。虽然电子产品在我们的生活中越来越普遍，但仍有许多人热爱读书，常常购买纸质书籍进行阅读。当我们阅读到一定的地方，可能会因为其他事情而中断，这时我们通常会将书本合上。然而有时再次寻找时，却难以找到上次阅读的页面。为了方便记录，我们可以将一把钥匙放在书本中，让它充当书签，这样每次回来时都能准确地找到上次阅读的位置，继续享受阅读的乐趣。而且一把钥匙不会占用太多空间，也不会让书籍出现折痕，既实用又不损害书籍的完整性。如果家里有旧钥匙的朋友，
不妨把它当作书签使用。有些人可能会用书本的边缘折叠来做书签，但这样一来，书本就会显得不太美观。每次阅读折叠一次，家人也会使用，反复几次之后，书本就会显得很旧。因此，热爱阅读的朋友们也不用花冤枉钱呢去购买书签了，可以试试用旧钥匙，既实用又方便哦。第5个神奇用处，防静电。在秋冬季节，我们通常会穿上保暖衣物，如毛衣等，以抵御寒冷。然而，这个季节的气候往往非常干燥。每当早上穿上毛衣，或者晚上脱下毛衣和保暖衣时，静电现象就会频繁出现，每次被电到的感觉都让人十分不适，实在令人烦恼。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可以使用一个钥匙，在毛衣或者是保暖衣的上方，轻轻的这样滑动几下。这是一种简单有效的方法，可以帮助去除衣物上的静电。除此之外，我们在秋冬季节，为了防止衣物产生静电，我们还可以在洗衣服的时候用上一点点我们的柔顺剂。柔顺剂同样具有防静电的作用。使用钥匙去除静电的方法不仅简单方便，而且效果显著。如果你也面临静电困扰，不妨试试这个小窍门。最后，像家里面的这种透明胶布，每次在使用的时候，寻找胶带头总是让人感到烦恼。我们可以用钥匙在胶带的边缘来回刮动，正反方向各刮一下。当你感觉到有阻力时，那就是胶带头所在的位置，然后稍微用力刮几下，这时再用手轻松撕开胶带就可以了。当然，除了用来找胶带头之外，我们下次使用后完全可以把钥匙粘在胶带头上，这样一来，下次在使用的时候就能轻松找到胶带头，而且用完之后也不需要到处寻找工具，直接用钥匙就能轻松撕下胶带。怎么样，朋友们，这个方法不错吧？用完后记得将钥匙粘在胶带头上，以方便下次再使用哦。看完这个生活小技巧后，你是否还舍得扔掉家里的旧钥匙呢？其实旧钥匙的用途远不止于此，还有很多潜在的用途等待大家去发掘。你知道旧钥匙可以用来做些什么吗？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呢就分享完了。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们，记得点赞、转发、分享哦。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。或许你有更多更实用的小技巧，欢迎评论区留言分享哦。点击我的视频头像，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生活技巧。每天呢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，别忘了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了。